大家好，我是老丁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眼看着一个行情要突破了，结果一追进去就被套，或者呢，被市场突如其来的反转打个措手不及。如果这说的是你，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专业交易者到底是怎么看待价格行为的。这个问题啊，说真的，可以说是咱们每个交易者都会遇到的一个坎儿。今天咱们就来把它掰开了、揉碎了，好好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4个东西：突破交易区间、测试还有反转。它们之间呢，可不是孤立的，而是一环扣一环。你要是把这个逻辑链条给理顺了，那看懂市场的语言就8、9不离10了。好，那咱们今天的路线图就是这个样子。话不多说，咱们马上开始第一部分。行，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了啊！要想搞明白突破，咱们得先从最根本的东西说起。其实说白了，整个市场啊，就只有2种状态。这2种状态其实很好理解。第一种呢，就是趋势式。你看，要么是多头说了算，一路往上冲；要么是空头占了上风，一个劲子往下砸，这叫一边倒。那另一种呢，就是所谓的交易区间，或者说盘整式。这时候啊，多头和空头谁也干不掉谁，就在一个框框里来回打架，你来我往，特别焦灼。好，了解了这2种基本状态，那市场是怎么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的呢？这就得说到咱们今天的一个核心概念了，一个特别有用的模式，叫做尖峰和通道。这个尖峰啊，你听名字就特形象，对吧？它就像是火箭点火发射的那一瞬间特别猛，这是一段趋势最强劲、最有爆发力的开始。一般都是从一个摸迹了半天的盘整区间里，嗖的一下就冲出去了。你看图表上，就是那种角度特别陡峭、实体特别大的 K 线，一根接一根，看着就带劲。但是啊，火箭不能一直加速，对吧？燃料总会烧得慢一些。所以，当这个尖峰的狂热劲过去之后，趋势并没有马上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更温和的阶段，咱们管它叫通道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K 线走得没那么陡了，开始有回道了， K 线之间也开始有重叠，不像之前那么干净利落了，上下影线也变多了。这些信号都在告诉你一件事儿，另一方开始反抗了，市场从一边倒变成了拉锯战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关键了。这个通道它可不仅仅是趋势变弱了这么简单，你得把它看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，它在告诉你市场可能要变甜了。这里面藏着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观察，就是说，当一个通道开始出现的时候，你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还没完全成型的、刚刚出生的交易区间，它就是交易区间的婴儿期。理解了这一点，咱们就能得出一个特别牛的交易法则。你看啊，所有的牛市通道，你都得把它当成一个熊旗来看待。反过来，所有的熊市通道都当成牛旗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想啊，这种长得很费劲、走走停停的上升通道，它其实就是在给空头积蓄力量。所以啊，当一个通道出现的时候，老手们就不会再去傻傻的追高了，他们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了，盘整要来了，甚至可能要反转了，我得准备准备了。好，那在这些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啊，市场总会走到一些十字路口，这些特别关键的位置，我们就管它叫测试。这个测试，你可以把它想成一次考试，或者说一次压力测试。市场会特意跑回到一个之前的重要位置，比如一个前高点去试探一下，他想看看，这个地方的卖家到底还想不想卖，决心大不大，或者说买家的购买力还足不足，能不能冲破这个关口。那这些重要的考点一般都在哪儿呢？你看，最常见的就是这么几个地方：趋势线啊，通道的上下轨啊，还有就是之前怎么也过不去的高点或者跌不破的低点，甚至像昨天的高点低点收盘价，这些都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是多空双方重兵把守的地方，所以测试就最喜欢发生在这些地方。那么在一个这样的关键位置就有意思了，交易者们就自动分成了2派，一派是突破派，他们就等着只要价格砰的一下强势突破了，他们就立马跟进去买。
另一派呢是反转派，他们就像潜伏的狙击手，就盯着看你这个上涨是不是虚的。一旦发现你冲不动了，露出了疲态，他们就会果断地扣动扳机，开仓做空。就自然而然地聊到了反转。但是关于反转啊，很多人都有个误区，这个咱们今天必须得白扯清楚。首先，咱们得记住一个词儿：惯性。你想想，一辆高速跑着的火车，它能说停就停，说掉头就掉头吗？不可能的。市场也是一个道理，一个已经形成的趋势，它是有巨大的惯性的，它特别不情愿改变自己前进的方向。所以啊，这就揭示了反转的真相。咱们很多人脑子里想的那种凌厉的微型反转，其实在真实市场里是很少见的。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你看到的那个所谓的反转，它根本不是一个新趋势的开始，它更像是一个过渡阶段，是市场从之前的趋势转入横盘震荡的一个信号灯。好了，理论讲了这么多，可能有点干。咱们接下来啊，就把所有这些概念串起来，看看在真实的图表上，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上演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张图啊，这是一张很经典的5分钟标普500 E-mini 合约图，它几乎完美地展示了咱们今天讲的整个流程，从一个失败的突破开始，一直到一个新趋势的诞生。咱们就来当一回侦探，一步步剖析它。大家注意看图上这个数字2的位置，你看市场在这里想干嘛？他想向下跌破昨天的低点，对吧？这本来是个看空的信号，但是重点来了，它失败了。价格不仅没下去，反而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迅速拉了回来。记住啊，这种失败的突破往往是威力极大的反向信号，它就好像给多头的火箭点了火，轰的一下就引发了从2号 K 线到4号 K 线的这波强劲的上涨尖峰。好，那么在2到4这波猛烈的尖峰行情之后怎么样？咱们前面讲的规律是不是就应验了？你来看从5到6这一段，很明显上涨的角度缓下来了， K 线也开始你有我，我有你了，整个上涨的劲头没那么足了。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尖峰过渡到通道的阶段。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大家看数字7这里，市场开始回调了，它要去哪儿？它非常精准的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回去测试了一下咱们这个通道的起点，也就是5号 K 线的那个低点。这次测试很成功，守住了，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？一个双底牛旗的形态。到这一步，基本上就可以确认，市场已经从单纯的上涨趋势正式进入了一个交易区间，它在为下一波的行情积蓄能量呢。所以啊，咱们今天讲的这些啊，串起来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分析逻辑。首先，你要学会用尖峰和通道这个模式去识别趋势什么时候到头了，要开始转入盘整了。然后呢，你要在脑子里刻下一个观念，所有通道都是潜在的反向旗形，要多长个心眼儿。最后一点，别再把反转简单的看成是微型反转了，把它看成是进入交易区间的一个过渡。你把这3点想明白了，用到你的交易里，我相信你对市场的理解绝对能上一个新台阶儿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儿了。我强烈建议你啊，现在就打开你自己的看盘软件，去找一找这些模式，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尖峰和通道，看看通道即旗形这个规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用。你觉得今天哪个概念对你最有启发？是通道即旗形，还是反转期区间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。如果觉得老丁今天讲的还有点意思，对你有帮助，那就千万别忘了点个赞，关注一下，咱们下期再接着聊。